点火发射。2022年5月，湖北省军区举行了一场应急救援演练。此前从未亮相过的消防火炮、智能灭火机器人、喊话无人机等悉数登场，向人们展现了一场没有消防车的灭火演习。在过去，我国每年都要花大力气从国外引进高端消防车和中端消防车，而且造价不菲，每年就要花7.7亿元人民币。这不禁让人疑问：航母都造得出的中国，怎么不造消防车呢？细数历史，1863年，上海船运公司购进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消防车。此后一直到1932年，我国才研制出了属于自己的消防车。自此之后，我国极少再在消防车研制这件事上下功夫，而是贯彻了造不如买的理念。当今世界上行业最为认可的消防车是欧洲小国芬兰所产的勃浪涛云梯消防车。勃浪涛云梯消防车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其精妙的焊接技术——等离子焊接技术。全车所有的部件都是一次性焊接完成，整车重量和整车的高度达到了行业最先进的比例度，使得这一款消防车最高可以伸展101米的云梯，这代表着现代消防救援的极限。除去拥有先进的技术之外，勃浪涛公司也有意减少产量，拉高价格，面向全球求知若渴的买家。这家芬兰公司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以250万欧元每辆的价格出售。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这一款消防车每年生产的数量就是屈指可数。2021年的时候，芬兰总计向外出口了56辆消防车。单看56这一数字，或许出口数量并无问题，但是当年向芬兰公司递交订单的国家一共有126家。这样一来，平均每2个国家才有1辆勃浪涛云梯消防车，可谓是杯水车薪。这126个国家中，就有来自中国政府的5份订单。结合当年的汇率来看，每辆消防车的价格高达2400万人民币，5辆消防车加起来总价就远远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令人惊讶。再加上我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终端消防车，每年的花费接近7.7亿元人民币，花费不菲。但是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不惜一切代价进口最为先进的消防车，这在大家看来绝不会是一桩亏本的买卖吧？毕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才是最要紧的。正所谓不怕1万就怕万一，因此这钱花得非常值。不过一些网友也有疑惑，难道我国真的造不出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的消防车吗？其实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颇为简单，只要从2方面入手就可以。一方面，勃浪涛云梯消防车其实并没有什么我国未曾掌握的技术。就拿勃浪涛云梯消防车的成名技等离子焊接技术来说，尽管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但是一位普通的电工也可以学会掌握。各类相关的资料在网络平台上随处可见。而且我国不仅仅会等离子焊接技术，还进一步拓展了这项技术，发展出穿孔等离子弧焊接技术、微束等离子焊接技术。因此单论等离子焊接技术，我国倒是远在芬兰之上。芬兰勃浪涛公司还推崇所谓的智能控制系统、防水式集成面板、全彩液晶显示屏，这以上种种其实我国都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智能控制系统本质就能看作一个手机，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国内80%的手机厂商都能胜任这项工作，设计一个专门应用于云梯救援的控制系统。防水式集成面板翻译过来就是可以一定程度防水的屏幕。国内的京东方、华为2家企业在这方面申请的专利数可是位列全球前3。至于所谓的全彩液晶显示屏，其实 LED 屏就能完全替代它，而平时使用的手机、电脑、平板几乎都是 LED 屏，高档点的也用上了液晶屏。因此勃浪涛云梯消防车用的技术和材料我国都有，不存在技术壁垒之类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连航母原子弹都造得出来，工业体系相当完备，制造高端消防车或许需要多个部门通力配合，但是我国并不畏惧这件事儿。而且高端消防车看起来就像是合成品，似乎没什么真正的尖端技术，难道消防车也能卡脖子？其实消防车还真有2大技术难题，一是消防车的底盘要稳，二是对液压系统要求很高。底盘要稳就是说云梯升上去之后，车不仅不能翻，还得平平稳稳的。说实话，底盘技术算得上是我国的看家本领。上世纪我国与白俄罗斯达成了经济换技术的协议，我国用5年70亿美元的大单得到了白俄罗斯的黑科技重型卡车底盘技术。这项技术听起来没什么趣味啊，但它可是决定导弹发射技术的关键。对空导弹、洲际导弹有极大部分都要靠坚实的底盘才行，所以底盘不稳很容易车毁人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底盘技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达靠的就是有着坚固底盘的重型卡车，足以支撑东风洲际导弹在任何地方发射。因此如果真的必要的话，我国也可以拿出筛减版的底盘技术用在消防车上，也是绰绰有余。至于液压系统，我国掌握的技术就更不用多说了。液压系统本质是利用强大的压力将水喷向高空，在这一过程中，液压机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早在2016年的时候，我国就在某驱逐舰上实现了液压喷水高度150米的突破。
这一高度已经超过了寻常的高楼大厦，用在消防车上反而有些大材小用。因此我国完全造得出来，但是并没有选择去制造这样的消防车，这是为何呢？其实制造消防车的本质还是要回归市场。我国虽然掌握了各项核心技术，但是将其组装起来还是要花上不少的时间的。同时各项技术在军事领域也不乏应用，一旦被有心之人窃取，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国如果想要在制造消防车这件事上盈利，就不得不将核心技术和盘托出，因为芬兰的勃浪涛公司属于行业的垄断者，如果我国拿不出过硬的技术来，就没法让其他国家信服，也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订单。而且消防车的全国市场其实是十分之小的，勃浪涛公司成立数十年的时间，卖出的消防车总数也不过5000余辆，这与其数十亿欧元的研发经费相比，倒显得不足一提了。因此消防车的生产就属于小众、费钱费时费力的苦差事。面对着消防车的造价不断攀升的现状，造不如买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同时我国虽然面临火灾灾害频发的问题，但是根据中国消防协会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 97.36% 的消防事故所需要的云梯高度不超过30米，寻常的消防车就能胜任。剩下的 2.64% 中又有80%的事故高度在100米之上，即使是芬兰的勃浪涛消防车来了也无济于事，因为它最大的救援高度也只有101米。因此高端消防车更像是花钱买平安，真正得以应用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当然秉持着人民生命至上的原则，我国并不可能在消防领域完全躺平。消防车造起来不划算，何不另辟蹊径，从其他方面入手来扑灭大火呢？2022年4月，长江日报在湖北省军区组织了一场灭火演练。在这场演练中，一枚枚外形亮眼的炮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与寻常的军用火箭弹极为相似，细长的身材、车载的发射方式、极快的飞行速度，这让人赞不绝口。原来这就是我国最新研制的灭火火箭炮，它已经超脱了军用领域的范围，正式应用在民用领域。消防火箭炮车载24管，每辆这样的车就能够扑灭2000多平米的大火，可谓是效率极高。在演练过程中，灭火火箭炮在距离火场数公里外的地方腾飞，呼啸着奔赴火场，成功扑灭了现场的火焰。根据报道，每枚消防火箭炮的最大飞行射程是6公里，全部过程实现卫星定位，可以精确的打击着火点，在最短的时间内扑灭大火。除此之外，消防人员还利用喊话无人机向受困群众指明最佳的逃脱线路。如果受困群众实在难以离开火场，救援人员就会利用有人直升机和无人直升机赶赴着火点，将受困群众一一转移。更让人惊喜的是，智能消防机器人还出现在了现场，它可以取代消防员出入各种危险的场所，即使是有毒烟气蔓延的地方也不在话下。由此可见，利用高精尖装备灭火，这已经成为未来消防发展的趋势。即使高端消防车没有大规模的研制，我国未来在灭火领域也已经验丰富。其实中国连航母都能造，为啥造不出消防车？这样的论调已经让很多网友不满了。10多年前，一堆人说中国连航母的拦阻索都搞不定，怎么造航母呢？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全球最大的悬索桥所用的钢缆就产自中国，而且强度位列世界第一。有这样的实力，航母的拦阻索还愁造不出来吗？至于高端消防车的问题，我国的徐工、重汽都是响当当的大企业，我国的技术也没有什么落后的地方。消防车难道就能卡我国的脖子吗？恐怕是贻笑大方了。消防车的各个系统稍微分拆一下，就发现各项技术我国都会，而且会得更多。常言道要自信，看看如今我国的工业体系，看看如今世界上所用的特种钢材、特种钢缆，60%以上都是国内生产的，凭什么不自信呢？更何况我国如今在消防领域已经发展出了更为高科技的救援方法，前景一片光明。美国为啥不制裁俄罗斯的芯片？俄罗斯90%的芯片全靠进口，光刻机更是一台没有，卡脖子也得先有脖子再说。就大毛这粗壮的脖梗子，让美国都没个下手的地方。看美国制裁中国的芯片多狠呢，一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架势。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芯片，手机都能变成板砖，电动汽车彻底熄火，火箭只能原地打转。无数的现代技术都依赖芯片，俄罗斯国内的就2个芯片公司，基本上只能生产65纳米的芯片，现在高端芯片都做到了7纳米、5纳米。俄罗斯导弹里的芯片还是德州仪器厂上世纪80年代产的，放世界上都是淘汰的垃圾货，这用得到卡脖子吗？美国搞制裁
裁至少都得是14纳米以上的高档货，满世界嚷嚷制裁这65纳米，不得让人笑话吗？美国利用芯片拿捏别人7寸，主要是靠3个方面：先控制 EDA 软件不给用，这样就设计不出芯片；再控制设备进口，这就断了造芯片的路；最后连成品芯片都不给，手机、电脑、汽车都得趴窝，从上游到下游彻底堵死。那为啥俄罗斯不怕？因为大毛完美的避开了这3个途径，不让我造，多大点事儿，那就不造了。电脑、手机等等直接整机进口，用于军事用途，自家的65纳米妥妥够用，压根用不到先进的 EDA 软件，光刻机都嫌费电。再说俄罗斯半导体采购量才占全球2%，就这体量，美国如果也要制裁，那太把苍蝇当肉了。俄罗斯的芯片和光刻机拉垮到美国都不屑制裁，侧面就说明了，只要脖梗够硬，就能让你卡不到。大毛也是堂堂5常大国，半导体这块就这么拉胯？这得从2战后说起，美苏都在发展电子管计算机。1946年，美国第一台通用计算机诞生；1950年，苏联也投入使用。分岔路口出现在60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集成电路和光刻机的概念，电子元件就分2大类，一个是晶体管，一个是电子管。没有集成电路之前，这两者区别不大，只不过美国选择了晶体管这个分支作为发展的方向，逐渐演变成芯片，苏联发展的是电子管。其实也不难理解，当时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暗自较劲，是要在各个方面确保自己才是正确的。再说当时主要考量的是核战争，一旦核战争爆发，就会有大量电磁脉冲，晶体管没有抵御电磁脉冲的能力，相反电子管就不怕。所以苏联这条路起码在当时看起来是没错，就跟日本费尽心思的搞氢能源，你能说它方向不对吗？美国在晶体管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集成电路，体积不断缩小，半导体芯片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已成垄断之势。反观苏联这边，电子管需要真空空间，再缩下去成本根本无法控制。解体前期，搞电子管的大厂只能转行去生产吊灯去了。但是苏联多少有点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气势，硬是要开发电子管技术，并在此技术上造出了具有超强抗干扰能力的 S300、400防空导弹系统，还有晶体振荡器。虽然没有吹得那么厉害能取代芯片。俄罗斯不怕美国卡芯片脖子，就好像国足也敢不担心世界排名一样，只要躺平就不怕内卷。俄罗斯95%的芯片都靠进口，它连自主研发高端芯片的心思都没有。国内商用半导体约等于薯片里的空气，美国卡都卡了个寂寞。芯片在军事上的用处也有很多，但是军用芯片不像商用芯片那么矫情，既要考虑功耗，又要考虑便携度等等。例如手机里的空间都是寸土寸金，主流手机芯片已经干到了7纳米和5纳米，也快物理极限了。可大部分军用芯片制成在65纳米就足够了，太小了反而不稳定。巧了，这个规格俄罗斯自己也能造，毕竟军用芯片的耐用性和可靠性也很重要，军事设备更新换代也远远比不上商用，也要考虑兼容性和长期性。军用芯片还涉及国家安全，需要强大的加密和防护能力，安全性更是军用芯片的考量。综上所述俄罗斯商用芯片躺平装死，美国无处下手，军用芯片闭门造车即可。况且俄罗斯自己的电子管也能大力出奇迹。2019年，俄罗斯在叙利亚电子对抗演习中，现役的克拉苏哈 S4 电子对抗系统发出的信号全屏覆盖，导致对方雷达检索回波信号，忽略自己的信号，直接干倒了美国隐身战机 F-22 和 F-35。你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能害怕西方芯片卡脖子的也没几个，连俄罗斯才2%的份额。你说赞比亚、毛里求斯能有啥市场？反观中国芯片进口占全球市场的73%，万一咱们甲方变乙方了，到时候不仅能自产自销，还能掀了国际市场的桌子。